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直播频道。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到美东时间1点，是1个小时的直播。那么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先说几句。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把提问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现在这个指数啊，因为今天是什么三乌日是吧？就是很多期权到期的时间，所以说可能波动比较大。但是今天还好啊，我看现在也不过就跌了0.8%，指数跌了0.8%。不管什么三乌四乌了，你只要按照结构来的话都无所谓的，你管它是几乌呢，对吧？有波动是很正常的。那么，你有没有掌握好你自己的节奏，这是最关键的。那么我在昨天做直播的时候说过，这个现在美股，因为啊，这个从6147，我们看一下，6147跌到这个5504，跌了10%。主要为什么这段跌了10%，大家很难受呢？因为它没有大的反弹，对吧？反弹都非常的反弹都非常的小，它是基本上在这里直到5504之后才有过一个偏大的反弹，所以说基本上连跌了4周，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一个月，但是呢，美联储不是美联储啊，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的这些贸易战的政策，市场现在也明白了，对吧？市场也知道特朗普要干什么，他的3板斧也砍完了。现在市场说白了，已经有预期了，已经没有那么的惊慌了。你会发现，尤其在昨天，美联储主席出来，这个周三那个美联储主席出来之后，讲话非常的温和，然后开始安抚市场，然后说我们现在在场外观望，一旦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进场。对吧？他现在在安抚市场，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昨天才开始说，现在会进入一个缓涨的一个阶段，就是有这种回撤的时候，可以逢低买入一点，对吧？已经跌了10%了，特朗普的政策也出来了，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也出来了，他的态度也表达了，还能怎么样呢？对吧？还能怎么坏呢？所以说，特朗普就这点招，反复无常这么一个人。当然了，好多人说美化他，说是啊，特朗普要以什么？特朗普是学的《孙子兵法》，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跟这些贸易战就嘴头打，对吧？然后可能第二天又有变化，所以说市场也已经明白了，市场已经熟悉他的套路了。说白了。就说你现在想从这个位置再跌个10%，或者说跌破前面的这个低点有可能，再次跌破5504有可能，但是说你从这个位置再跌10%，我现在想象不到有什么大的事情，或者说有什么事情能比现在还糟糕，对吧？已经很糟糕了，还能怎么再糟糕？我想象不出来。那么也就是等到这个月底，马上就是一季度就结束了，马上就财报了。所以说还是要看公司，所以说还是要精选个股吧，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再次打掉5540之后，出现一个背驰，对吧？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可能这个位置会给一些更大的一个反弹，就是大的方面，我们简单说一下。好的，那么的话，指数的话就是1小时上又回撤了一次。而且啊，这里是已经构成了一个1小时的中枢了，在指数上。那么，你发现没有，这个中枢啊，你可以以这个5504这里分隔一下，这个中枢你发现比前面的这个类中枢的这个位置偏高，就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开始要做
反向走势的一个迹象，就是说一定不能跟它，首先做反向中枢一定不能比这个类中枢低，对吧？一定比它偏高一点，你这样的话才能拉开这个空间，而且它这个前面这个进入段的这个时间也是够的，就是相对来说也是偏长的。所以这个位置你只要不打掉5504的话，都可以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打一个高点，甚至是不背驰，在上面再做出来一个，然后再来一个，这样的话有希望说，我之前在日线上我们看的那个5900这个位置，对吧？就是我现在希望的是它能够在1小时盘得住。首先1小时这个位置要盘得住，不要把掉5504打掉，5504打掉是相对偏差的。打掉5504之后，可能要这个日线有背驰之后，可能才有更大的一个。打掉5504的话，可能需要一个重新开始这个筑底了，相当于。所以说5504最好是不要打掉。那么的话，1小时上你就现在不是已经有这个中枢了吗？你就可以这个，虽然说中枢的第3段还没有出来，你就可以以这个中枢来做你的交易就好了，对吧？你只要不能够把这个中枢快速砸穿这个底部的话，那就在这个中枢震荡，甚至能起来。所以说，就看它在这个1小时这里能够盘多久。好的，我们简单用几分钟时间，把大概现在的一个情形，简单说几句。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明显现在，是逢低要买，然后这个它是一个慢涨结构，你不要期待有一个快涨，它是一个慢涨。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都，首先看小豆的朋友问这个蔚来是吧？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的蔚来的话。我之前好像有一阵儿也分析过这个蔚来。蔚来的话，它在大结构上在下面，从这个现在看的是月线66跌到了3.6块，对吧？但是呢，你去比较一下这几个做电动汽车的，蔚来好像图形上的话稍微差一点。然后，你跟那个小鹏啊，还有那个理想比较的话，几个图形比较的话，它是偏弱的。我看过一阵儿，小鹏的图形稍微能好一点，但是未来的话，虽然说它在下面调整了很久了，但是它起不来呀。现在这个这个叫什么？小米也加入了这个战斗了，对吧？所以说他们这个行业竞争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其实电动行业呢，它现在没有突破的点，就是整个行业没有什么。现在自动驾驶那个谁特斯拉也开始在中国推这个自动驾驶了，但是呢，这些其他的这些，因为自动驾驶这个东西你需要大量的数据来做算法，然后来这个怎么样？但是好多我不太清楚他们这些公司有没有用雷达呀，对吧？你用雷达的话，它可能就不像特斯拉是全用这个这个程序来辨识。用视觉，那么蔚来这个图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下面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我之前好像有一个什么变化，我这个图形上有一点点的区别。周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这个中枢的进入段是不是满足定义的？但是它这个构成中枢这3段。是构成这个都满足定义的，是没有问题的，对吧？这是我在我的解盘中，直播中都说过多次。那么它现在其实还没有脱离整体，没有脱离这个区间，6.05到这个4块多，4.01，它没有脱离这个震荡区间，所以你要做的话，就先看这个区间就好了，它必须要突破这个区间才行。你如果说以3.61作为一个防守的话，它必须要脱离这个区间，比如说先突到120周，然后回撤一次或回踩一下，踩到这个中枢的中轨上，然后再起来，对吧？现在看不到力度，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最后这一笔的内部，必须有力度才能够脱离上去。那么在日线上，这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这个回落也不够，这个回落是够的。日线上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日线上现在有一个中枢了，
那么日线上有个中枢之后，现在这个也都爬到零轴以上来了，对吧 ？MACD 能爬到零轴以上来。那么它是今天是出了一个财报，可能是今天出了一个财报，earning 的话是比预期的要差很多 ，revenue 的话差不多，但整体来讲还是在亏损的，你发现没有？它的 earning 还是负的，还在亏损的，所以说。这种企业呢，你要么就选一个好一点的，你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小鹏的这个，你看小鹏在哪儿呢？这个小鹏的底在这儿呢，这个是小鹏的价格24，那个小鹏在这儿，那个蔚来在这儿，你看这明显有区别嘛，对吧？所以你要做的话，就做一个强的。这个虽然说蔚来这个级别结构调整的这个比较充分。但结构充分并不代表涨啊，我们要找那种它有机构往里进的，然后那个图形上是表达强势的。虽然说它调整的充分，它偏弱，所以说未来的话，只要4.01这个位置能够撑得住的话，最重要的就是周线上没有力度，周线上它这个力度起不来的话，起来当然空间很大了，对吧？但是它现在没有力度，可以在这里一直盘，所以说你要做的话，就只能是以日线、周线上这个小中枢看一下它的震荡区间，32%，这个区间也挺大了。所以说你就利用这个周线上最后这个中枢做一下中枢的震荡就好了。中枢上方附近或者说任意位置，因为中枢震荡的时候可以是任意位置，就用中枢震荡的那个策略就可以。然后再看李琴朋友问特斯拉的话，确实是。这是成也是马斯克，败也是马斯克。倒不是说他失败了，而是说因为马斯克他在特斯拉的这个公司的怎么说呢？这个创始人对这个公司的影响太大了，对吧？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这个有一期视频里面？芒格谈到，查理芒格谈到他们为什么买可口可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口可乐这家公司，任何人去经营都能成功。当然了，有一个好的产品，这个 CEO 的话可能更好，即使没有的话也不会太差。这就是他们选择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其中一个原因呢。但是特斯拉就不一样了。你这个任何人去经营，换一个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个效果了。所以说他这个 CEO 对这个公司的占比太大了。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查理芒格也谈到一个他为什么选择 Costco， 他选择 Costco 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的 CEO，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有的时候你就不能看 CEO， 要看公司的这个业绩；有的时候就要看 CEO， 就要看这个创始人。这个东西是，所以说针对特斯拉的话，你就是要看这个马斯克。所以说，马斯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深度介入了美国政治。那么大家开始抵制他的话，那你这个业绩卖不出去车呀，对吧？你们在美国的朋友都看新闻，也都知道，大家都开始摧毁、烧特斯拉的车，或者涂鸦什么的，这个破坏都已经开始泛滥了。这个东西，你说，你要想买的话，你是不是要合计合计？虽然说欧洲这边的话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美国对特斯拉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那么它现在趴在底下起不来呀，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结构上的话，它从138这个位置。138为什么一直看138的原因，是因为138到488是周线上的是月线上的一笔，因为它这个回撤的这一笔的月线还没有形成。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月线上这一笔没有形成之前，那你就不能说138这个上涨结束了，它完全是可以次级别一个回撤之后再次打掉488也可以，对吧？这就是这个情况。但是呢，鉴于这个现在特斯拉的这个目前这个状况，我建议大家先不要忙于这个，可以用一点小仓位跟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仓位不要太重。
它起码要有一个明显的，它应该在下面做一个中枢，比如说先弹到200天吧，弹到200天弹一下，甚至是要等它站上200天之后，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中枢，然后看它能不能够起来，对吧？你现在仓位太重的话，它并没有明显的改观的时候，这个容易它就起不来，对吧？就市场的动能起不来，大家这个热情起不来之后，那么你虽然说我们主要是看结构，但是结构现在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它从上面1、2、3、4、5一个5浪下来，再弹一个6浪，还可以再跌一下，对吧？所以说也可以是这样，等一个7浪结束之后，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基本面啊，还有它这个整体的一个马斯克的一个个人方面有没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突然辞职了。看看能不能够刺激到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股价，或者说是这个真的针对特斯拉的话，它的这个因素现在影响的比较多，不单单是一个销售业绩，主要还是跟它的一个创始人的一个关系。那么你想问的就是你倒没有具体问什么，但是我说的就是这里可以谈一次，比如说谈到120天，就看你能不能够做这个，想不想做这笔反弹了。从这个也可以到2274，也就是从这个第5浪的下跌谈一次，然后再下去。现在的空间我们看一下，从现在的价格10%吧，10%的空间就看你想不想做。毕竟它现在整体的这个 momentum 并不强。对吧？动能并不强，能做的话，你就要跟踪一下更小周期上，小周期有一个下上下已经出来了，这里是有一个1小时的中枢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个1小时的中枢上，我们把这个1小时的最后这几段给它画一下。这个回落可以当成一笔用，虽然说这个只有有个包含关系，但是没有关系，对吧？所以说它可以弹到这个120小时这里，再弹一下，然后再回落，跟刚才那个很像。比如说弹到中轨上，然后上去，你起码这个 MACD 要它冲上0轴去，对吧？所以说你就利用这个1小时这个中枢，想那个做短差的话。或者想做一些比较短的这个操作的话，比较强的是，起码要站到这个中枢之上，然后给一个回落，再往上走。你看，从这个前面这个中枢，它是明显是又在下面，这个它中枢慢慢往下走的。你如果从上面这个488往下看的话，我们看一下裸 K， 你会发现。它这个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发现没有？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撑得住的话，看看能不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对吧？以这种方式起来的话，还是这个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是并没有改变整体的这个趋势。你看这个120均线一直压制着。但现在这个离这个120已经比较近了，之前的话，这个它是有很大的空间在这里，你发现没有？就120，先让120走平，先等120均线走平，甚至是这个200均线下来，这两个长期的均线下来之后，相当于什么呢？就好多人在上面割肉，在上面被套牢的人在下面一割，那这个均线基本上就快下来了，或者说他在下面补仓。它一补仓的话，这两个均线慢慢也能下来。等它们下来之后，哎，有机会看能够站上去。因为什么？现在上不去的原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一往上一冲，这些套牢的人他就卖呀，因为他被套在这个位置是很难受的呀。所以说一往上一冲，这些长期进场的人他就肯定要卖呀，他就砸盘呐，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如果说用均线的话，也要等这两个均线走平之后。才有可能说是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大的中枢再起来。那么你利用结构的话，就是利用最后这个中枢，对吧？力度弱的时候，你看它这个震荡区间非常短，非常短，
这有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震荡的这个中枢的区间，7%左右。说你只能做一个现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中枢的一个震荡。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提啊，又有问，哎，小豆子又问，未来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你提问的这个未来我们已经分析了。阿尔米林 Meta 的话，我们之前说过一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现在才开始学习看图买卖。对，对我们小散户来讲，学点技术分析没毛病，起码你有这个有结构了，对吧？你不是盲目的猜了，对吧？你是这个也有节奏的进。当时我忘了你之前最开始你问的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这个，你是买在了这个位置还是多少？最开始，然后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说你想加仓，什么有支撑，我当时就跟你说了，这个什么均线节奏，这个弱的时候不需要看支撑，因为弱的时候没有支撑，对吧？所以说现在它是出现了一些结构，那么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结构，在当时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应该在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我忘了，但是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现在这个1小时的中枢，它必须要强势的拉上去，强势的突上来，在这里做中枢，甚至是站上这个1小时的中枢，才有可能转势。但是呢，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图形都差不多，像我们昨天分析谷歌的时候，都差不多的图形，对吧？昨天那个有一个这个 Derek 朋友问那个谷歌，都差不多的图形，7姐妹的图形都差不多。苹果啦、特斯拉呀、英伟达都差不多，所以说这些我建议，可以慢慢买，对吧？这些公司他们的横跨牛熊的那个能力肯定比小公司强，毕竟他们并不依赖于这个政府的一个支出，所以说有位置的话可以分批进嘛。所以说针对 Meta 的话，就是你说3个中枢了吗？它不是3个中枢。这现在就是2个，但是2个中枢，这是一个，然后这是一个，但是2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了，它这个就升级了，升级之后就看它怎么演变。如果说它升级之后也可以继续往下走，就是几种模型吧，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它画一下，它是这样一个中枢，然后呢它有高低点有接触，对吧？这是一个中枢，然后这是第2个中枢。我这个画的稍微有点那什么，但是高低点有接触，就变成了一个大中枢，这个中枢就升级了，扩张了。那么它可以继续往下演变下来之后，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同样级别的大中枢，以这种方式变成一个趋势下，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就是这里有一个中枢，然后也是这个升级了，对吧？2个中枢，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2个中枢有升级。也可以结束，这就是一个盘整嘛，这就是一个盘整结束，然后左反向也可以。左反向你起码首先要有这种，比如说3段，这个3跟1不背驰，然后回来可以有4和5。它如果说背驰的话，那就回来做中枢，然后继续往上走也可以。这样的话可以这个位置断开。所以说怎么来判别的话，其实就是以最后这个中枢来作为一个强弱判断。你起码要在这个中枢，比如说要在这个中轨之上吧，才能偏强吧，甚至是要到这个中枢上面来，才有可能走反向。如果说它这些都出不来的话，那现在就是在这里中枢震。还有一种就是把这个中枢震成9段，震成9段之后，这个中枢就升级了。升级之后，前面的所有都变成进入段，可以再走离开，然后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9段中枢，也可以，对吧？这也是一种。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种3种方式。但是目前来看，它现在没有脱离这个最后这个中枢，就继续中枢震荡。好的，那个 Tracy 朋友问 CLSK 这个公司我们也分析过，我们看一下，这里是有过一次反弹，而且是可以当一笔用。先把这个反弹的这一段给它画出来。然后又下来了，这是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
我这个图形的存储我好像有点问题，把它重新存一下。那么周线上有这么一个结构之后，它这里做了一个反向中枢，对吧？反向中枢，然后这个现在开始走离开。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大周期上应该是一个对称的下跌。哦，我们之前分析过，我们就是画过一个类似一个收缩三角形，它在这个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缩三角形。那么现在它这个8.09又被打掉了，最低在7.2，对吧？它没有，就是说你通过看大周期的图形，相当于给这个公司把脉嘛。我之前也说过这种比喻，你给这个公司把脉，它没有突破这种之前，这个公司基本面没有变化，它可能就慢慢的这种寻底，它也可以慢慢的阴跌，然后等待公司出现基本面的变化，啪一个上去了，对吧？你现在它没有出现那种变化之前，它就是一直在这个阴跌嘛，就是它也不大涨，它也不大跌，它就在这里慢慢的耗着。所以说这种公司偏难，就是操作起来是比较难的，比较揪心的。毕竟你如果说不能够长期拿，或者说你对这公司了解并不多的话，这公司是操作起来是难的。如果说想用这个这个技术分析来操作它的话，是偏难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这段，从12.47这段的这个离开，离开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你看它基本上不就给你肉在这儿，对吧？它给你肉在这儿，就是一笔现在还是一笔，没有结构，就是说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场，如果没进场的话，我是不建议进这个的。然后如果说已经进了的会被套在里面的话，也别加，对吧？先别进，进了的话先别加，这个就是整理这个票的一个整理一个状况。它甚至可以直接就跌回到这个1.75这儿，对吧？也别去做空它，毕竟它震荡不大的话，你去做空它拿不住的话，意义也不大。这就是 CLSK， 没什么不好操作。这种票你想用技术来操作的话也非常难。它盘子又不大，然后公司基本面没有变化之前，它不会有出现新的变化。再看 Lightbringer RELX， 又可以加仓了吗？长拿 RELX 是这个吧？这个你想长拿加仓的话，肯定不能加，对吧？这个现在加仓，这个公司一看图形就很漂亮，对吧？我们要的是这种公司，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我到了这个位置我才开始大仓位干，在下面的时候你得跟上来，对吧？我们要的是这种图形，而不是要的一个收缩整理图形。那么它在小的时候也有一个整理区间呢，它在现在看的是季度图，它在整理区间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它，比如说它突破的时候，你开始进场；在它没有突破之前，它一直震的时候，你就不管它，什么时候突破选方向了，这个位置的时候才开始往你进，对吧？看能不能一直吃上来。所以说这个选公司之后怎么跟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 RELX 的话，它这边起来是从这个位置上来的，23.39，然后这个周期是月线上，月线上是一笔上，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的话，这里有过一个中枢，下边这里有波函关系，所以说不够，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是有过2次回落，这里有一个周线的中枢。那么这个周线的中枢，针对这个周线中枢的话，还没有出现3买，就是这个回落现在不够比。我们看一下
它就是从这个起涨，意思是说可能还没结束，44.19。这是一个下上下，对吧？那么，所以说你要是知道的话，其实这个下上下的时候应该进呢。为什么呢？这个下上下，这个是2次回拉3买呀，最下面这个周线中枢是3买。我这个结构，我这个图形现在有点问题，就是说这个颜色应该是不同的。这是周线中枢，然后周线中枢，我们把它这个背景给去掉，对吧？这2次日线的2次回落，最周线中枢是3买，所以说你要懂一点的话，这个位置应该进，甚至是它第一次出现这个底分型的时候，因为你在用这个缠论交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用双触发嘛，首先要有底分型，它这里尝试过几次，这是1次、2次、3次之后才出现一个比较强的底分型，或者说你要分批进的话，可能可以尝试3次。那么你看啊，你3次买完之后，基本上到这里，你的成本可能在这儿呢，也是赚钱的。如果说你拿不准的话，所以我建议的一直是你在不熟练的时候可以分批进，对吧？分批进，然后不要想着我一次买个大底，你在这里要全仓干进去了，可能涨到这儿你才解套，对吧？所以说，不熟练的时候，就是仓位可以先分1/3，分1/3进，你这样的话有3次机会。再往下跌的话，那可能说明你这个图形判断上有点问题，可能是比如说第1次出现底分型的时候，更大概率是一个中继的，你就不应该进，等待第2次。第2次它小周期有反弹没出没关系，再等第4这个再来一次底分型的时候再加一点加回来，你这样的话现在起来的话你都是解套的，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加仓了。长拿的话没有问题，这个图这个公司上长拿的话它图形非常漂亮。那么即使有回落的话，针对这里有回落的话，它只要不碰到前面这个高点，还都是一个浪形模式走的。但是整体目前也是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但是价格已经偏高了，对吧？你要是懂的话，可以去有回落可以买回落。第二个朋友问 root 40的底仓，70多加的，哦，现在已经163了，做的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之前看这个分析的痕迹，应该是之前这个 Eric 朋友问的时候我们分析的，对吧？大家应该多向这个 Eric 朋友那个学习，他现在我看他做单做的非常好，基本上都能买在这个底部，然后也敢加。这是40的底仓，70多加仓，基本上就加在这个位置，然后140把加的都卖了，对吧？那你现在成本应该是0或者说是负的，对吧？现在这个底仓怎么处理？底仓处理，禅师是这个讲过一个方法的。如果说你现在的成本是0的话，甚至是成本是负的话，可以在每次回落的时候，比如说出现这种大的这种顶分型的时候，你可以把你底仓也可以，就是可能如果说怕踏空的话，可以留一点。但是卖掉一些，就是少卖多买，可以把这个记住，就是因为你的成本已经很低了嘛，在上面少卖掉一些，然后下面再多买一些，保证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成本还是在0，或者说在负数，甚至是很低的位置。你这样的话，慢慢的以这种方法的话，你就会把你的手里的持有的仓位慢慢涨上来，仓位慢慢涨上来之后，成本还是0。这就牛逼了，这就是禅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的一个办法，就是怎么在成本为0或者很低的时候，怎么能够把手里的这个股票慢慢变多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这个中枢震荡啊，利用这些震荡，在回落之前先减，然后回落之后买回来，但是多买回来一点，就是比你正常的原来的数量值再多买一些。你这样的话，慢慢它上来之后，你的成本还是很低，但是这个持有的数量多了，这就是以后怎么处理？你问怎么处理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对，
你可以在那个禅师的文章里面搜一下，专门有一课，他是专门讲的那个，就是你成本变成零之后怎么处理的。他在这个我忘了是他的课后回复还是这个单独开了一课，但是在我在给大家会员朋友们讲周末复盘的时候，我这个方法是说过的，忘了是哪一期了。但是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在它上涨的过程中，你能够让你的仓位变大，但是成本还不跟着，这个持仓成本还不跟着上升的一个办法，所以说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你想看一下 TM 的话，是不是当时因为这个佩洛西或者她老公买了这个之后，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买的，但是这波确实是涨得很凶啊，但是她可能披露出来买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追进去了，被套在上面的。所以说他们这些人利用这个披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可能是披露出来了他就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套在里面了，我不太清楚。但是之所以会注意到这个，大家很多人注意到这个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佩洛西的原因。那么它从上面是，这个地方有包含关系，周线上这有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话只有4根，但是不当包含处理的话是有5根的，满足五根 K 线，对吧？这是满足5根 K 线的，又出现了底分型了。现在就看它这里能不能够这个在这里筑底之后起来，对吧？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底分型能不能够成立。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日线上，日线上也是一笔下来，但是现在这个反弹的话也不够比，对吧？可以想要再看的话，就需要看它的这个1小时上了。那么1小时上，这是我们之前分析的一些痕迹。这个左侧下来的话，它是，哦，我知道了。我们当时分析，你想，好像当时想买一点是吧？应该是在这些位置的时候，还是在哪个位置？你想当时补一点？确实，我们当时看过它的1小时上是有2个中枢下来的。当时我不知道我给的结论是什么，但是它确实是现在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了，你发现没有？开始在这个位置的右侧开始做中枢了。所以说，你可以在它回落的时候买一些，但是它这个中枢可能又是30分钟的，1小时上的话，这个回落是不够比的。这一笔回落是够比，所以说30分钟上是肯定是有一个中枢。你看这个30分钟是够中枢，所以说你现在就利用30分钟上来操作就可以。这里的话可以当成一笔也可以，就是这样的话就这样，这就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中枢。那么你可以利用30分钟这个中枢来进行你的这个差价操作，对吧？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现在可以利用30分钟这个中枢做震荡就好了。但是你能不能够卖在这个拐点这个位置，那就看这个能力了，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统一公式的，那就看你的耐心。其实你发现炒股炒到最后时间长了，你会发现更多的是一个你的耐心，考验每个人的耐心够不够，或者说考验你对这个图形分析的这个技术上到不到位。最主要的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耐心。有的时候，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对吧？你这个人是偏冲动一点的，还是偏理智一点的，或者说你更有耐心法，很多时候，这个其实是挺关键的。但是这个需要培养了。为什么说炒股就是禅师说炒股就是学佛呢？对吧？很多时候你在现实中没有那么多考验你的机会，但是股市里面天天都在考验你，30分钟上一会儿考验你一下，一会儿考验你一下。所以说，能不能够通过投资这个东西，让自己自身有一个提高的话，这个可能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投资道路上，你慢慢的会发现，可能赚钱反而成了次要的事儿。这个，在你提高自身的时候，你会发现赚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儿，然后可能就是顺其自然就赚到钱了。你在通过提高自己的同时又赚到钱了，这个岂不是更好的事儿吗？对吧？所以说大家更多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做一些自我的这个 reflection 啊，然后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
投资嘛，为什么说把投资当成一个艺术或者说一个哲学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它确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心理游戏。技术上重不重要？重要，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你懂了技术，你这个又不按技术操作的话，那可能就是自身的问题了，对吧？所以说，炒股这个东西也好，或者技术分析，说起来容易，做真能够，这个心到手到的不容易，这个确实是需要磨练的。那么，如果说想通过技术分析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财富能够得到一个提升的话，不单单是要学技术，更多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一个东西。那么针对这个 TEM 的话，就是现在在30分钟上你就做它的震荡就好了。你在44多买了是吧？现在这个位置，你看它最后这段能不能够延伸上去？不行的话就先卖掉，卖掉等它再次回落，它可以给你一个回落之后给一个300，然后再上去，对吧？这个位置如果说不行的话，看一下15分钟，5分钟上，5分钟上的话已经有一个偏背驰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已经有一个3段背驰了，它可能要再下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个中枢之后再上去，所以说可以先减一点，毕竟是这个你是赚钱的，赚钱的时候卖的时候可以大胆一点，买的时候就相对的要谨慎一点。小豆的朋友问可以抄底吗？这个未来的话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你问能不能够抄底？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虽然说刚才分析了，你刚才这个问题并没有提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1小时上3段，刚好在等比例了，对吧？刚好是打到等比例的这个位置，两个大的跳空缺口下来，偏弱。我建议是什么时候抄底呢？就是它再弹一次，再弹一次，然后再下来一次。也就是意味着1小时上给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出现一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有背驰的时候，这个位置你可以抄底或者可以加，这样的话它这个结构就比较饱满一点。毕竟它这个2个缺口下来，可能是因为财报的原因吧，对吧？2个缺口下来，这个 MACD 并没有拉平，现在看的周期是1小时，比较收平之后，现在没有完全消化，所以现在冲进去的话。你现在冲进去又不能做短差，它又下来了，倒不如再等一等。然后看一下阿米林朋友问的英伟达，英伟达的话，跟这个七姐妹的图形都差不多。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这个日线，英伟达的话，它现在是它反弹是比较强的，你会发现它这个反弹很早就成一笔了。那么反弹成一笔之后，这个回落，哎，又下不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现在有希望出现一个慢涨的一个结构。你会发现1小时上跟刚才那个标普也一样，2次回落构成中枢了，对吧？所以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起来，也可以利用这个趋势线，你可以画一个最好是能够突破这2个小的高点连线，得突上去。那这里还是有一个中枢在这里，最好能强势突上去，再次打掉这个122.89。你这样的话，就看它能不能够有希望再往上涨一涨，比如说再冲一下到这个2个黄金分割的位置。到了这些位置，当然最好是能够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去了，在1小时在日线上有这么一个中枢，最好是能拉回去，然后回落给个2买，看走反向，对吧？但是如果说只能够到比如说124.1，然后再下来，它可能慢慢爬上去，那它再次财报的话就比较远。5月份的英伟达的财报都比较靠后，5月28号才有财报呢。所以说但是这个位置你想让它跌的话，该出的消息不好的利空的消息都出来了，你想还有什么更大的利空英伟达的看不到啊，目前起码看不到。所以说更多的是在小周期上慢慢往上爬。所以我现在就觉得现在的节奏变化，大家也应该看到，现在标普已经爬上来了，对吧？刚才在我们说之前还在下面呢，我们说之前还在下面，现在已经爬上来了，往上爬了。所以说现在就首先不要去做空它了，应该找位置买一些你
认为这个质地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长拿的，又有信心长拿的这个票，开始有回落的时候开始加它，对吧？就是回落的时候多买一点，上去了稍微减一点，这就是你的这个仓位变化。下面的时候多买一点，因为这个位置是偏低的嘛，它在整体的图形上是一个偏低的位置，所以有回落的时候可以多买一点。我们讲一下这个节奏变化，有回落的时候可以多买一点，然后上去的时候可以少减一点。你这样的话，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一个偏低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买的少，上面卖的多，很容易造成它可以慢慢往上爬。你会发现，你这个位置越卖手里的仓位越少，那么它还继续往上爬的时候，你会容易追上去，晓得吧？所以说，在偏低的位置，这个仓位可以稍微偏重一点；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正好相反。所以这是一个这个仓位上跟它的位置的一个变化。那么你不要配置错了，容易配置错的话，越高的位置你个仓位越往上加，反而是有问题的。应该是越回落的时候，可以稍微往上加一点，比平时这个仓位稍微多加一点。你上次说日线顶分型，顶分型还成立，这个顶分型是成立的，但是顶分型成立并不代表它就固定了，它必须要回落钩一笔之后，这个顶分型才能固定下来。它在小周期它可以完全这里做中枢，然后再次打掉这个122.89，那就意味着日线那个顶分型就变成中继了，对吧？顶分型出现之后是可以有中继的。我们可以看裸 K 的话，你就能很清楚的看到，比如说看底分型，反过来是一样的，对吧？这里有底分型，然后再就是底分型就在这里了。所以说这个底分型出现了，并不代表它要反弹一笔啊，它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底分型。那倒过来顶分型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位置出现顶分型了，不代表它一定要下来。我在忘了是周二直播的时候说过，如何判断中继顶分型或者中继底分型是一个进阶的一个内容，这个也是禅师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简单的用均线的话，你如果说不想学缠论，那就看均线，比如说这个5日线，我们可以把这个均线调到5天的这个均线，这是50，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5天均线，5天均线只要不有效，这个禅师在文章里说过，如果说你不想学缠论的话，只要不有效跌破出现顶分型以后，不有效跌破5天均线的话，都有希望变成一个中继顶分型。这是他说的这个文章里说的。如果说你学了缠论的话，那就需要什么呢？需要看出现顶分型以后，你去看它的内部，看它的次级别或者次级别。打个比方，看一下15分钟，在15分钟上，你如果发现有盘整背驰的时候，比如说它这个结构开始有跌不动了，对吧？这个位置跌不掉的时候，有盘整背驰的时候，那么这个顶分型，也就是日线这个顶分型，更容易形成一个中继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三脉，想要出现日线上出现顶分型以后，那么小周期上如果出现三脉的话，你看这个15分钟这个中枢在哪儿呢？这是15分钟的中枢。现在针对这个中枢的话，没有出现三脉，现在是它有希望拉回去。只要不出现三脉的话，想要出现顶分型，在小周期它要出现三脉，继续往下走，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在日线上形成回落一笔。所以说，在小周期，如果说你看的顶分型是日线的话，你就要去它的次级别，不是次级别，次级别是这个60分钟，需要去看它的次级别，就是15分钟上有没有三脉。如果说底分型的话，那就反过来就是三买。所以说，用这个顶底分型次级别的顶底分型，次级别的三买或者三脉，这个更精准。这个比你什么5日线呢，跌破5日线或者站上5日线更精准一些。这就是用来判断是否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还是说一个固定的顶分型。关键是在它的次级别的三脉上。不知道有没有说清楚？这个其实非常重要。
如果说你能够把顶分型与中继顶分型判断好了的话，能够大大提高你的这个机动仓的一个操作。因为出现顶分型了，并不是马上它要跌回来一笔呀，它在小周期出现背驰之后，它完全可以继续往上走，对吧？所以说能否判断中继顶底分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好的，那么的话，英伟达的话就说到这里了。大家可以继续问，还有将近9分钟时间，还有9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问，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分析的。现在指数的话，现在已经开始往上弹了，目前跟我的预期是一样的，对吧？目前跟我的预期是一样的，又弹回来了。那么小周期上，这现在是走的非常健康。如果说5分钟上看看有没有三段，哎，现在是到了等比例了。5分钟上现在一个等比例，最好是能够突上去，站上5、6、4、8，那这样的话就不被持。不被持的话，就有希望走3段，走5段。所以1小时上现在就有希望这个延伸出一笔来。你可以把这个标普的这个中轨给它切出来啊，现在也快贴近中轨了，有希望是现在是快下午1点，那么有可能要最好有力度的突破这个中轨，不要被这个中轨这个位置横，因为之前的话在这里是横过一阵儿，最好有力度的上去。那么看它震几段吧。如果说到了中轨这个位置上不去的话，那可能在收盘之前再下来一次，然后在下周再上去，或者怎样。就说现在因为5分钟上是正好是一个等比例的位置，现在有希望站上去，对吧？现在是如果说能够这样走的话，起码能够顶到 1.618 了，那就看还有一个4和5。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某一个时间专看一只股票，对吧？可以大家一起做单，这样的话，可以非常实时的，就是这种一个反馈，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如果说是做一个单子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选一个就是动能比较强的，盘子比较大的，这样的话，通过实操的话。可能是能够感受到这个缠论它的这个魅力。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这个丁朋友问 Robinhood 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Robinhood 的话，结构上现在是周线是有过一次有效的一笔回落，这个回落是够笔了。然后周线也出现底分型了，对吧？从这个周线的大300这里上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最后这一段，这是我们之前3段，它在日线上出现了一个3浪，然后现在是一个4浪反弹。4浪反弹现在碰没碰到这个低点44.02、44.24已经碰到了，这里现在是潜在的有这么一个中枢了，对吧？日线上有这么一个潜在的中枢，那么就看这个，但是它这段上的时候偏纠结，你看它这个小周期是类似涨一天跌一天那种，涨得有点纠结，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内部的结构。那么在1小时上是没有那什么，30分钟上是有中枢了。这里30分钟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然后现在还有希望出现了一个30分钟的3买，对吧？就说你要有的话，可以再等一下，等它再次打掉这个前面的这个高点，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30分钟上有一个盘整背驰的时候，你可以再卖一卖，或者说等它突破这个44.24就可以卖。如果说力度很强的话，而且是走的很急的那种，比如说
很规整的这种，你就不卖，对吧？等待一个明显的顶分型的时候你再卖，因为它现在在30分钟上的话，明显力度还是不错的。它这里如果说能够空中加油 ，MACD 给你来一个空中加油起来的话，那这个可以再走一段，甚至走一个5段的，对吧？所以说小周期上目前看着还可以，30分钟还可以，就是看这段的力度能不能够起来，尤其是突破前高的时候。突破前高这个力度一定要有力度，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背驰。如果说有背驰的话，可以再回来，这是一个 A 中枢，可以在这里做一个 B 中枢，之后可能再给你一个高点，甚至是就直接就结束也可以。这样的话有一个盘整背驰，然后从这里可以结束，然后走反向也可以，对吧？所以说，等到它再次打破44.24之后，你就要关注了，是不是要减一减，还是说可以再拿一拿？关键就是看它的这个力度能不能跟随上来。好了，还有4分钟时间，4分钟时间，大家可以继续问，现在标普的话，就受制于这个等比例的位置上不去，或者说没有力度的往上走，对吧？现在标普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看大盘呢？因为很多股票你想走出独立行情并不容易，尤其在日内的时候，尤其在短期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大盘的走势差不多，所以你分析了一个，基本上其他都差不多的。如果说你去看标普的能够夸夸往上走的话，那么个股的话，尤其是跟这上来了。尤其跟这个大盘关联度比较高的这些大盘股票，七姐妹什么的，都是一样图形。你只要分析了一个之后，都差不多的。只要大盘不那个一直阴跌往下走的话，你就可以一直你的手里的票也可以拿着。如果说你的手里的票有短暂回落的话，你反而可以去买它。因为大盘强的话，你的手里票关联度高的话，那你反而是一个买入机会，对吧？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分析标普的原因。所以说今天还可以，整体的这个标普，是我起码是我预期的这种情况，是有回落，有买进，然后它现在是一个缓涨的一个结构，对吧？是一个缓慢上升，都是这种开盘的跳空缺口，反而是一个给你做了一个熊套，现在缓慢上升的一个结构。所以这种结构的话，是一个又回到了这个牛市节奏，虽然说无所谓什么牛熊。在任何一个周期都可以有牛熊，对吧？所以说它现在是一个快杀慢涨的一个节奏，这个是我们要的节奏。尤其你如果说天天想做短线的人，他拿不住这种票，这个结构他拿不住的，因为做短线的人就喜欢这个快涨快跌嘛。那这种缓涨的结构他拿不住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要选好了股票长期做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可以坚持得住啊。你的成本够低之后，尤其你的成本够低之后，比如说英伟达这种，你如果说一直跟上来的，你不可能成本不可能在这个100以上啊。如果说从下面一直跟上来的，你只有可能追涨的人，可能成本是挂在这里。所以说成本才是最关键的，成本够低，你才能够抵御这个什么一个10%、20%的一个回落，你是不害怕的，你反而敢买，因为我们操作股票是3个维度，缠论是3个维度的，不单单是技术分析，它是基本面分析、比价关系，然后才是技术分析，它是3个维度选股。所以说不要忘了，千万不要单单去看技术面，技术面重不重要？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反而是基本面和比价关系，对吧？一个公司的质地好不好，它的基本面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能短期是有回落的。短期都有回落呀，但是你要敢买的话，它长期这是一个向好的就没有问题。它的这个大图形、大周期的长期是一个向好的，所以说短期有回落反而是你加仓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你敢买这个公司可能是1个季度、2个季度比较差，但是3、5年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其实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这么一个概念。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下次直播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